你曾经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停上网 Google 自己的症状，却越查越焦虑吗？或曾经看过有些身边的长辈明明身体还算健康，却3不5时都要跑医院？这种过度担心自己会生病的现象，其实也是一种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虑病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我们都知道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道理哦，但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都是一件好事。而且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身体有不舒服，只要经过医生的检查还有治疗，感觉恢复正常之后，就比较不会再担心。但有些人哦，就算听到医生说他们的身体很正常，还是会觉得很不安心，所以就不断的换医院、换医生，重复的做各种大大小小的检查。这种过度担心生病的情况呢，很可能就是得到了虑病症了。但这种虑病症到底是什么？会有这种状况的只有长辈吗？这种担心自己会生病的病又该怎么治疗呢？在进入今天的影片之前呢，按照惯例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台湾第一场专门为 YouTube 影音创作者举办的年会 FitCom 即将登场喽！不管你是刚踏入 YouTube 圈，还在努力杀出重围，或者是已经有点成果，正在思考变现或其他问题的创作者哦，这场年会都会帮助你突破困境，明确的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这场年会由台湾新媒体影音创作者协会主办哦，串联了多位顶尖创作者，一起分享他们在内容策略、个人发展、影音趋势以及商业洞察的经验和观点。除此之外呢，协会还邀请到 YouTube 官方代表和 Press Play 为大家提供最准确的平台动向和建议。那如果你还不是创作者，但正在准备入行或者是有兴趣了解，当然也能参加。而这场年会呢，将在2022年的1月12日登场。除了现场席位呢，也有线上影片票可以让大家远端参与。目前优惠票种正在热烈的贩售当中。那因为数量有限，所以有兴趣的人请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连结，了解更详细的活动内容后，速速报名吧。虑病症的定义是说，一个人常常过度担心自己会生病哦，或者相信自己得到了严重的病。虽然并没有确切的诊断可以证明他真的生病了，但他们担心的程度还是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而且已经严重到足以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了6个月以上的话呢，就属于虑病症症状。而且虑病症的患者不分性别，在任何的年龄层也都可能会发病。他们的发病期间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症状的强度呢，也会随着心理压力的大小呢而有所变化。那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确认到底有多少人罹患了虑病症，但很多医生都表示，他们曾经遇过很多有虑病症倾向的患者，有不少人呢也都会在网络上面分享自己有类似的困扰。就像刚刚说的，得到虑病症的人呢，可能会过度的夸大一些正常的生理反应，一感觉自己有状况就非常的担心，觉得一定是生了重病，例如头痛就担心自己是不是长了脑瘤，胃痛就担心是胃癌等等。就算检查过后，医生告诉他你身体没问题啦，但因为过度焦虑呢，他们还是会怀疑说，是不是医生没有诊断出来啊？是不是检查的不够仔细？于是他们可能会再换一个医院或是医生，或是要求更详细的身体检查，甚至主动要求呢想要吃药。而除了看医生呢，他们也会不停的上网查询关于健康的资讯，或是寻找养生保健的方法。而这种害怕生病的焦虑呢，每天都会困扰着虑病症的患者，而且他们知道呢，其实自己可能就是过度担心了，但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会有这些想法。这些困扰也不只是停留在他们自己身上而已哦。时间一久呢，身边的亲朋好友也会觉得他们是无病呻吟，对他们感到很厌烦。人际关系因为虑病症而变差，甚至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而对医院来说呢，明明没生病的人却一直跑去看医生，也会造成医疗资源的负担。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很难得到旁人的支持。这种无助的感觉呢，也加深了他们痛苦，让他们除了身体感觉不舒服之外呢，心理的压力也很大。而久而久之哦，也可能会引发其他的问题，例如像是忧虑症啊，或者是焦虑症，或者是恐慌症等等。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明明就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却会变成这样子呢？首先，来自于个人内部的某些状况呢，有可能会引发虑病症。有些人在潜意识里面会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别人的关怀和照顾，或是觉得自己生活中的压力跟挫折真的太多了，所以每天呢都会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上面。例如，有些老人家他身边没有什么家人，平常很寂寞，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得到儿子女儿的陪伴还有照顾。而且如果去医院呢，还可以得到医师、护理师的关心，于是他们常常呢就会觉得自己生病了，需要到医院去看医
升。而另外，有些人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感受本来就比较敏感，所以呢，如果身体有不舒服或是任何细微的改变，他们可能也很快就会注意到。那如果我们长期放大这样子的感觉，或是因为一些原因去过度的解读这些状况，就有可能会演变成绿病症。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人不小心过度解读自己的感受呢？第一种可能是因为最近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变故，有些人在经历过身边的亲人朋友得到重病，甚至因此过世之后呢，对于健康这件事情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敏感。例如同年纪的朋友突然得了癌症，可能就会让人突然感觉癌症好像离自己很近，于是开始害怕自己也会得癌症。或是父母亲因为心脏病去世，他们就会担心自己会不会也遗传到心脏病，有一天会突然心脏病发而死。此外，如果本身刚好受到其他精神疾病的困扰，例如像是忧郁啊、焦虑或是恐慌症，都会很容易让人对很多事情感到很担忧，进而引发绿病症。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得到绿病症的人呢，也可能会因为长期的心理压力罹患这些精神疾病。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想要顺便介绍另外一个绿病症的变种，那就是网络绿病症。你可能有过这种经验觉得身体怪怪的，上网 Google 自己的症状，结果呢看到这可能是癌症的征兆，可能会死掉之类的可怕答案。原本只是想要了解自己怎么了，结果却越查越焦虑。这种因为过度使用网络查询疾病资讯，结果却演变成绿病的状况，就是俗称的网络绿病症。像去年刚爆发 COVID-19 的时候呢，或是今年5月台湾疫情突然变严重，大家因为每天接收到很多相关的讯息，都很担心自己或身边的人是不是确诊了。早在2019年呢，有一个瑞典医师歌手亨瑞克·维德格伦呢，甚至写了一首劝世金曲，在讨论这个情况。那这首劝世歌的名字呢，叫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不是写脚本的不要对瑞克那这首歌呢叫做 Never Google Your Symptoms， 绝对不要 Google 你的症状。歌词里面提到绝对不要 Google 你的症状，因为呢所有的结果都在说你已经病入膏肓。而包含亨瑞克在内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医疗专家都在关心网络绿病症的问题。因为虽然现在网络发达，我们很容易查到各种跟健康医疗有关的资讯，但这些内容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而一般民众也都没有判别资讯或者是医疗诊断的能力，所以这些资讯呢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相关的讨论我们有在这个艾丽莎莎的这一集聊过，那这边就先不赘述。那接下来我们回到绿病症的部分，一起来了解有哪些治疗的方式。绿病症是一种精神上面的症状，所以要到医院里面的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看诊。而在治疗绿病症的时候呢，通常会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互相搭配。药物治疗可以缓解病人身上的不舒适感以及过度紧张啊、焦虑的状况，而心理治疗呢，则是会尽量的帮助病人去找到问题的核心，并且试着调适生活中的压力。不过，因为绿病症的病人呢，通常会认为自己是生理出问题，而不是心理疾病，导致他刚开始可能会很抗拒接受精神科的治疗。所以有些精神科医师呢就建议可以采用团体心理治疗的方式，让一群都有绿病症症状的人呢分享彼此的经历和痛苦，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人。这样除了可以缓解焦虑的感觉呢，也能够让他们更接纳自己的状况，愿意接受后续的治疗。通常在经过这些治疗之后呢，绿病症的状况都能够顺利的改善。而至于网络绿病症的部分，其实性质有点和资讯焦虑啊，还有绿病症的混合体。所以呢，除了采用绿病症的治疗之外呢，可能也要减少自己上网的频率，或是不要过度的接受资讯。如果真的有需要，就要尽量去找有公信力的资讯来源，或甚至直接去咨询医师。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更多重要的议题可以被看见。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这个加入，或者从资讯栏的这个连结加入我们的会员。好的，那话说回来虽然绿病症的患者都会有很强烈的病识感，会常常跑医院，但问题就在于他们多半以为自己是生理出状况，所以再怎么挂号都会漏掉精神科，而到头来一直都没有获得对症下药的治疗。我们觉得大家一起来认识绿病症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不只是可以让当事人知道绿病症是一种精神疾病，有机会获得妥善的治疗，其他人如果有相关的知识，也会比较知道怎么跟身边的患者相处，甚至是及时的提供必要的协助。
所以如果你注意到身边的人有类似虑病的状况，记得先不要指责他，也不要否定他们的感觉，可以听他们说说自己的感受，然后陪他们做一些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情，例如找他们出门运动，或是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事情等等。那如果他们想要去看医生，也可以适度的陪他们到医院做一些检查。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试着引导他们到身心科、精神科就诊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想问大家，平常你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都会怎么做呢？ A. 上网 Google 相关的症状，先了解一下自己可能发生了什么病。 B. 到医院挂号，我还是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 C. 我相信自己身体很健康，通常睡一觉应该就好了。提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虑病症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什么是焦虑症以及电话恐惧症。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